紧叫医生啊！怎么了？他肚子疼，终于发动了吗？来，小心。他自己打了催产素。你别说，不是你说的要跟大夫说实话吗？催产素你哪来的？说是私立医院弄的。胡闹！你什么时候跟医生说实话呀？哎呀！起来，慢点啊，小心，放心啊。去手术室。疼死我了！宝宝，你怎么现在就来了？妈妈还没跟大夫说实话呢。不要剖腹产，我要顺产！你宫缩过度已经导致先兆子宫破裂，不可能顺产。不可能，我是按剂量打的。谁告诉你催产素是肌肉注射了？你简直是疯了！你现在的情况必须立刻做手术。你老公已经签了手术同意书，现在给你麻醉。使劲儿啊，使劲儿！好，哎，使劲儿，呼吸，利用你的宫缩，要有规律的使劲儿啊！没事的啊，咱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使劲儿！使劲儿！不顺产，医生可千万不能顺产啊，孩子会被急死的。我们产房规定只能进1位家属，麻烦跟阿姨说一下，让她在外面等吧。快出去吧，别在这闹了。儿子，你跟医生说，真的不能顺产了。这次孩子要是再活不成，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成了。我跟你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大夫，我婆婆她太焦虑了。一般呢，胎儿在良好的状态下，您用是顺产，是不需要新生儿医生在的。但是我是看到你们太担心了，我就把我老公给叫过来了。你放心，他救活过很多孩子，肯定会全力救你们孩子的。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怎么了？是太疼了吗？你不要把力气浪费在哭上啊！吴医生，对不起，你人那么好，你一心想救我的孩子。其实我不光生过2个孩子没了，我还流产过2个孩子，我都没告诉你。如果是基因疾病，那恐怕不止夭折2个，经常流产也是有可能。老公，我知道了，我让他们把保温箱送过来。好，出来了啊！别担心，3200发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恭喜你啊，是个儿子，3200克。现在呢，我们怀疑他有应激基因疾病的可能，所以要把他送去新生儿科观察一下。没必要吧？不哭得好好的吗？什么叫没必要？就是因为你之前不肯做基因检测，让你老婆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罪。现在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给我闭嘴！走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的孩子。你说性格那么好的人，又有你这么漂亮大儿子，他怎么就那么想不开？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你说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小白，哎呀，不该提过这个事情。你说我妈是自杀死的？
我爸一直跟我说他是出车祸走的。你瞧我这张嘴。他为什么自杀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妈的学生，他当年对你那么好，你得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我很可能是记错了。好了，关路。手术成功。天哪！走吧，给你过生日去，还能赶到鸡翅蛋糕。没有人给我买的。冯远航又忘了，他去年就不记得，今年还不记得。算了，2个医生组成的家庭，就放弃逢年过节还有生日吧，这就是天命。我给你买了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啊？我就猜到他肯定不记得，所以在网上订了一个，已经送到刘烨岛了。今晚我请客。哦，你太好了。少拍马屁。走吧。喂，胎儿窘迫啦。你晚上不是要住院吗？我妈为什么会自杀？你胡说些什么？你一直跟我说她是车祸走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自杀？她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妈就是车祸走的。是你出轨了？胡闹！我不会当众跟你讨论这种谣言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会把肝给你。我不会把我的肝分给一个害死我妈的刽子手。刚下一台又一台啊！辛苦你了，房主任。你这田主任新挖的主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位。但这种情况，我也搞定不了。没事，现在孩子月份还小，等到7、8个月的时候，才真到累的时候呢。来吧。手术时间20点30分。手术开始了。吴医生，我已经跟你老公打过电话了，等他演出完了，很快就会过来了。我知道，谢谢你啊，吴医生。我想看我老公的节目，我想让他陪着我，我想让宝宝一出生就听见爸爸的歌声，行吗？这可不太符合医院的规定啊。我给你的爱，我放不下所有衰老，我们别害怕，都勇敢也会好，想想也沉醉。第一次看到刘主任，您请吧。您的移植手术取消吧。安心去熟睡，不需要皱眉和烦恼，会捉着我手不放掉，我也不想逃跑。恭喜你是个女孩，太好了。要陪
是知道了你会特别开心。吴医生，要不你来吧？啊？我还得再练习练习。我见过你的缝合技术，虽然跟杜弟比是差点，但是也能上手了。李然，吴医生呢是我们科的住院医，这一次呢虽然是他第一次缝合，但是他的缝合技术我是能保障的。你愿意让他试试吗？吴医生，李人那么好，又那么照顾我们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帮你缝合好的。做自己就好，你永远拥有这怀。明仪，你不给我就跟你签。别背我！干嘛呢？副市长被帅哥追。哎呀，小白，你吓我一跳！你不要妨碍我工作行不行？那你把我妈病历给我立刻走。那都是多少年以前的病历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圣基医院保管病历的水平全国皆知，你骗不了。行，我忙完帮你找，行吗？那我跟帮你忙。哎，有些地方你不能进，你看看，库房种地。那我在门口等你。慢慢等啊。喂，姐。我在吃饭呢，今天没去食堂。不是，没有不舒服，就食堂太乱了，而且有些人我也不想见。都挺好的。他在忙吗？真的在忙吗？他会吃饭，你放心吧。好。他要是没吃，我会及时给他弄的。好，就这样。你还没跟你姐说啊？我怎么跟她说啊？她都准备来喝喜酒了。那她一直给我打电话发微信，我怎么办呢？那是你的事儿。你不是挺有主见的吗？那个小住院医，我现在要打催产素。我跟你说过了，预产期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，40到41周分娩都是属于正常的，只有超过了41周还没有分娩迹象的，才能进行引产治疗。而且你的胎儿现在还很平稳，也没有超过41周，不能打催产素。我不想在医院里耗着，这时间我耗不起，我现在就要打。医生要看指征才能下医嘱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官方的，我也不是什么好糊弄的普通人。我知道你们的病床呢需要提高流转率，我出院了，后面排队的孕妇才可以住进来。而我呢，我需要提高我的工作效率，减少在这里浪费的时间。而且田主任跟我说过，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找你提，你会尽量配合。我是会尽量配合，但并不是说无理的要求我也要配合。哎，这个女士，我是这里的主治医师，我叫李俊霄。刚刚我们这位杜医生说的也确实没错，医生确实要看到指征才能下医嘱。生孩子嘛，毕竟是件大事儿，咱们也别着急。这样，你呢，可能是因为现在孕期受孕激素的影响，所以情绪不太稳定。你看能不能把你丈夫叫来，我们一起沟通一下？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做主。我看还是把他叫来吧，
我希望你能和你的家人一起做这个判断。我很忙，他也很忙，而且身体是我自己的，我不需要跟他商量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的身体现在由医生做主，必须跟我商量。现在我不同意。我不跟你废话，我去找田主任。他也不会给你打的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憋屈？是不是觉得他刚才又强硬又蛮不讲理？你现在能不能理解别人和你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了？不能。好，慢慢体会吧。追求事业的女强人下场都是这样，临产了，老公都不在身边，也可能她根本就没有老公。不是她不需要男人啊，是因为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没有一个男人愿意为她负责任。为什么一定要男人为女人负责呢？女人有能力为自己负责，不行吗？杜弟，你别再跟我装什么女强人了，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格。就以你的情商，你当不了住院总。怎么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呢？喂，姐，真的没事儿。他不接你电话，可能是在手术吧。对，我也很忙，我没看见他。是，我知道，这事儿我会上心的啊。哎，我着急去产房，我先挂了啊。王艳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进去看看王英护士长在不在里面？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面？我刚才在住院部看见他了。啊？张罗着跟大家中午出去聚餐了。这后门？我还是太天真了。你干什么呢？催产。大夫说那是宫缩的时候，用来缓解疼痛的。你开始宫缩了，恭喜恭喜！还没，我已经托人去找关系了，让他们来给我打催产素。打催产素还要找关系啊？这医院也太黑了。不是，是我要打，他们不肯给我打，所以必须找人疏通一下。你特着急把这孩子生出来啊？是，而且必须要顺产。因为只有顺产才可以在24小时后出院，要是剖腹产的话，必须在医院里住够3天，所以绝对不能剖。那你不坐月子了？不做，生完孩子在那儿躺1个月，那是没事干的女人才做的。你可真厉害，自己也太有主见了。我就不行，我什么事儿都得听我婆婆和我老公的，尤其是我前面那2个孩子没了以后。他们俩现在恨不得把我隔离起来，不让我跟任何人接触。哎，你真不知道你那2个孩子是怎么没的？不知道。我生我第1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生了3天3夜，我当时疼得快晕过去的时候，那孩子才生出来。孩子没的时候，我还糊涂着呢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生第2个孩子倒是挺快的。孩子还在我身边放了好几个小时，但我当时就觉得特奇怪，那孩子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也不哭也不动的。我就起来，我就仔细一看，那孩子脸都紫了，
后来我们就把他送到儿科去，没多长时间内就说孩子没了。后来大夫让我们做那个尸检，其实我挺想尸检的，但是我婆婆她不同意，她还去大闹了一通，还把人家医院给告了，但没告赢啊，说是人家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，所以这次我婆婆说了，必须得来一个大医院，而且我必须得剖腹产。不能再听他的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你必须要对你自己负责。哎呀，这女人一怀了孕，身体哪还是自己的啊？妻子是女人的样子，孕育的容器是女人的样子，妈妈是女人的样子，婆婆是女人的样子，谁在乎女人自己是什么样啊？我很喜欢那句话 ，Only live with but until it。那啥意思？女人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被塑造。我就不肯妥协，所以一直到40岁才生第一胎。你40岁才生第一胎啊？我大学毕业，实习生开始做起，一路往上，一直做到公司 CEO。我没有一刻敢放松，因为只要你一肯放松，别人就会替代你。就连结婚，我也只请了2天假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每周都会有人跑到董事长办公室去问，她怎么样了？要不要请假呀？我就不信了。我一边拼命地锻炼身体，一边工作。还好这个孩子挺争气，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，我愣是坚持工作到了昨天。天哪，你对自己也太狠了。在职场，你今天不对自己狠一点，明天就会有人对你更狠，尤其是女人。我不再超过3天，就会有人替代你，替你主持工作。虽然我的工作能力很强，但是替代我的这个人，只要某一方面强过我那么一点点，那就会有人说这个工作他做也不错嘛。然后呢，我就不用再回去了。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 CEO， 我的位置没了，就只能被边缘化。20多年的奋斗，就全部付诸流水。我真羡慕你，自己有那么好的事业。我这10几年就光生孩子了，但是我自己其实挺喜欢小孩的。我总想着，我要是有2、3个孩子，每天围在我身边喊妈妈妈妈，我觉得我特别幸福。没想到夭折了2个孩子不说，我还流产过2个，而且我现在身体也越来越差。要是这个孩子再活不下来，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是说，你一共夭折过4个？你告诉医生了吗？没有，我婆婆说的，跟谁都不能说，太丢人了。这事儿你不能再听她的了。虽然我也很讨厌那些医生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但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。那我可不敢，我婆婆会闹的。你是靠自己的能力保护这个孩子，还是看着他出问题自己看着办？喝吗？我买2杯，这杯我请你。算了，不喝了。没发烧啊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你说的，奶茶就是你的血液，只有你的血管里流淌着奶茶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清醒思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戒了。1杯奶茶里的咖啡因是咖啡的3倍，含糖量是可乐的10倍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心里有点数吗？什么情况？他说你什么情况？你们有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啊。报
帮我拦一下，明天有请客奶茶。英爷，哎，你不能过去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走，妈的！小心！你干嘛呀？别往里面横冲直撞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夭折2个，基因问题。你说什么？这个病例说是患者曾经夭折2个孩子，而且都是12小时之内。没有检测过夫妻双方的基因吗？40岁，如果是基因疾病，那恐怕不止夭折2个，经常流产也是有可能。我没听说过她流产啊，但这种情况真的太罕见了。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遗传病呢？遗传病就是基因问题，具体是哪方面的基因问题，还得做进一步的检测。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查一查是否存在印记基因问题。印记基因病的特点呢，是来自父方或者母方的基因同时过度表达或者沉默。常见的就是父母都正常，生出来的孩子都有先天疾病。这个需要父母和有临床异常的孩子进行全外显子测序才能诊断。完全有可能。我记得有一篇论文你们讲过。Truncating mutations of MAGEL2 cause Prader-Willi phenotypes and autism。这个呢，发表在2013年的 Nature Genetics 上，关于沙弗样综合症的论文。我去找田主任。哎，你慢点儿。杜三郎，如果你再对我过分焦虑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杜三郎，豺狼的狼，关你啥事儿？保险起见，还是做个基因检测吧。如果是印记基因的话，恐怕他这个孩子还是保不住。田主任，你一定帮他们保住这个孩子啊！这个很难说，印记基因啊，是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在打架，一个占了上风，一个就被抑制住了。这是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在遗传给下一代时的竞争。如果是基因印记发生错误的话，会导致很多的疾病。哎，这是张主任的研究方向。不管怎么说，让夫妻双方做个基因检测吧。好，你能想到这点很不错，继续加油啊！看来你也能成为一个临床高手了。我在领导心里面，临床就这么差呀？喂，我是聪瑞。我已经跟田主任聊过了，你们的孩子夭折很有可能是你们夫妻双方基因不合，你们要尽快做一个基因检测。这不可能啊，我们又不是近亲。没说你们是近亲，夫妻双方基因不合概率只有1/1000。你老婆已经怀了3次了，现在她已经40岁了，如果这次再不成功的话，她会很危险的。你相信我行吗？我真的很想保住你们的孩子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母亲她怀了这么多次孕，有那么多次失去孩子的。这事儿我得跟我妈商量一下。这些年因为孩子夭折的事儿，她动不动就哭1夜，急得心脏都出问题了。有些事儿我们也只能随她，就怕她着急上午会出事儿。我需要妈妈跟她解释这件事情。你尽快，你老婆快临产了。做完检查了，现在回来啊。他第一次听到这件事，一时接受不了，我会劝他的。算了，你不用劝他，他从小就觉得我把他一个人放在国外是不爱他，就是没有这事儿，他也不会对我好的。您不也说了吗？他那么小就被送出国，身边也没个亲人，想不通也是正常的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比您了解他，他其实心里一直都惦记着您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。邻居比父亲还了解自己的孩子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？你岳父岳母现在怎么样了？好得很。前一阵啊，老头迷上了摄影，我刚给他买了全套的镜头，天天领着老太太出去拍照去，一个喜欢拍，一个喜欢被拍，俩人都特高兴。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
小时候你一踢球啊，我们家的玻璃就遭殃。你爸妈不知赔了我多少块玻璃。现在长大了，成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。唉，有情有义谈不上，他们是我的责任。你的心里责任太多，肩上责任太重。你这样优秀的医生，光想着这些责任，耽误了自己的事业，你不觉得可惜呀？你同期的那些医生都做主任了吧？但是你现在还是一个主治。你要是缺论文，咱们联合写几篇，比如妊娠合并脑梗，给你署名第一作者。您啊，就甭操心我了。论文写的再好有什么用？还是救不了身边的人。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小白要是像你这么懂事就好了。弟弟，你不吃也不让别人吃是吗？你吃完嘴边的再想别的好不好？你是老大，要团结友爱，知道吗？说你呢，弟弟。谁准你叫他弟弟的？不是说了吗？不要把我的名字给一只大公猫。你看他跟你多像啊，又帅又酷又强悍，绝不允许自己当第二。日日怎么又胖了啊？是不是你偷偷的给他开小灶吃猫粮了？你看不出来她怀孕啦，光在这说她胖。又怀孕了？等生完这胎给她绝育吧。不行，你没有资格剥夺她生宝宝的权利。给流浪猫绝育，那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，是为了它免遭生殖器官疾病的困扰，也避免了有更多流浪的后代。那总不能它生多少，以后都养在这个笼子里面吧？那人是这么想的，你问过猫的感受了吗？我坚决不同意给它做绝育啊，它生了宝宝我来养。同学们，我告辞了。告什么辞啊？不干了，反正也比不过你俩，只有一个名额，就留给你俩竞争吧。你们都是王者，我一青铜虾折腾什么劲儿啊？再说了，实在受不了护士长，能力差点怎么了？至于整天对我横眉竖眼的吗？你都轮转2年了，多不容易，就这样走了多可惜啊！这规培考试肯定是过不了了，就算多熬几年过了，谁受得了盛季的工作压力啊？只有你们这种盛季医学院8年本硕博连读的嫡系弟子，才能适应这儿的节奏。我就算了，拜拜。黄润交代了，这是职业层次，还有这几项检查是先做了。我来跟你告个别就走。告别？对。你要去哪儿？一直都没告诉过你们，其实我家是开私立医院的。我爸要我考进盛季规培，本来是希望我能混到主治，然后再顶着盛季名医的光环回去把自家医院发扬光大。现在看来，我也确实没这个本事，以后只好给他找个盛季的女婿了。那祝你成功。喂，林医生，你还没到啊？快点！哦，好。我也让你姐姐好。我说最后一句话，李医生，盛季很适合你，可是杜弟不适合你。老婆，你醒了？孩子怎么样了？我真怕你醒来，第一句话就问公司怎么样。放心吧，孩子很好，长得很结实。我又不是不爱孩子。公司，你们董事长打电话给我了，他说先让副总主持你的工作，让你安心养病。那家伙，就是他盯着那个位置，努力了快1年，位置还是没了。不过你们董事长还说，等你出院了，再坐好月子，身体康复了，
就派你去开拓海外市场。你不是一直想去海外工作吗？真的？真的。他说这个位子一直给你留着，让你放宽心。那你怎么办呀？我跟你一起去啊。裤子现在不是已经卖了吗？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如果你觉得追求事业是你最大的幸福，我也想过了。我愿意在家带孩子，哪怕就当个软饭男。不过，到时候干得不好，你可别嫌弃我。我可以喂孩子吗？医生说，现在孩子不能母乳。老婆，还有个很糟的情况，我必须得告诉你。由于你使用催产素剂量过大，子宫收缩剧烈，导致破裂，出血比较严重。医生为了保住你的命，不得不把你子宫给切了，所以还要打很长一段时间抗生素，防止感染。没关系的，老婆，我们有这一个孩子就足够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啊。我还是辞职吧，要不是我太要钱，孩子也不吃，连母乳都吃不上。我太对不起咱们孩子了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讨论这个，我们明天聊一聊。等你养好了再说啊。想摸摸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可爱呀！宝宝怎么是不是多虑了？多健康呀！现在才12个小时，如果孩子真的有印记基因的问题，按照我查到的资料，还有出生后1周夭折。好了，这有我呢，你快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，我回去都是陈平的眼泪在我脑里面。你就算在这儿，也不能待多长时间，还不如回去。走吧。那我在外面等着吧。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且你跟孩子待的时间越长，一旦发生情况，你就会越伤心。快走吧，你再不走，我就要保安轰你了啊！啊！呼吸窘迫，得立即抢救，你快出去。心跳、呼吸减弱，立即抢救。胸稳按压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插管，打开静脉通路。1、2、3。肾上腺素。肾上腺素注射完毕。这样，下压。生命体征消失，宣告死亡。妇科那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了。产科那边呢，有3台剖宫产手术，其中1台是催产素导致的宫缩过度，子宫破裂，产后失血，最后保宫失败，实行了子宫切除术。这个我知道，产妇自己从私立医院里搞来的催产素，然后因为注射不当导致了子宫破裂。管床医生是谁？是我。如果管床医生感觉到孕妇有强烈的催产意愿的话，就应该进一步的沟通，更细致的沟通。如果再细致一点，对孕妇的性格和情绪了解的更多一些的话，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，引以为戒吧。是。黄主任接着说。其他2台呢，剖宫产正常，顺产那边有10个，有9个胎儿是正常。那另外一个呢？
另外一个呢，曾经有过2个胎儿都是在出生以后12个小时之内夭折了。这个产妇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2次流产，我们怀疑是印记基因的疾病。2夫妻呢已经答应会做基因检测，新生儿科那边也在进行尸检，这个报告会在3、4天之内出来吧？这个事吴医生跟我沟通过，从医学的角度上讲，我们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。吴医生的判断也很及时，只可惜家属没有重视起来。我做的还不够好。如果我提前说服家属让他们做基因检测的话，可能你还是救不了，别自责了。如果怀孕前就进行阻断，说不定还能避免这场悲剧。但现在不可能了。聪瑞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尤其是妇产科医生，我们要记住一点：成功不必欣喜，失败也要尊重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明白吗？黄主任说的没错，这次吴医生表现得非常好，工作也非常的细致。作为奖励，明天我将进行院内第1例艾滋病孕妇分娩手术，你来做我助手吧。好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能力不够，我怕他做不好。我能做好。不能去。这次机会好，我一定要去。杜迪，你是不是也想要这次机会啊？行了，你们俩一起去吧。不是田主任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散会。可以去，主任。哎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你太过分了吧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这么生气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给田主任翻译了1个月的资料，才得到的这次机会。这台手术需要2个助手，你上了，相当于我下了，明白了吗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我去找田主任，让你替换掉吴聪瑞，反正他不适合去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这份工作丧心病狂了是吧？这个机会是田主任奖励吴聪瑞的，你就不能不上让我上吗？不行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我原来以为你只是鄙视爱情，没想到你如此漠视友情。对了，你也没有什么亲情，你这样6亲不认，你不怕孤独终老，天打雷劈吗？李军霄，我昨天想要跟你聊，是因为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沟通，让2个人互相理解、互相扶持。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，我不希望让吴聪瑞参加这台手术，是因为她怀孕了。她没有告诉大家，我怎么可能让一个孕妇参加这么危险的手术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人是吗？喂，姐，我跟杜迪分手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咱们离婚吧。你不要胡闹了，离什么婚啊？快回家吧。我没胡闹，我不想再生了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干脆离婚，我觉得对大家都好。咱们不生了。如果老天非让咱们基因不好，生不出健康的孩子，那就不要孩子了。咱们俩相依为命过一辈子也挺好。可是妈她……我不会听她。我也40岁了，要做个有担当的男人。
老公，但是我想生一个孩子。咱们俩感情那么好，要是有个孩子，咱们得多幸福呀！为啥老天爷非让咱俩基因不合呢？你别这么多思想负担，我想明白了，有你就够了。等我退休了，咱们就出去旅游。不是一直想去云南和新疆这些地方玩吗？到时候我领你玩个遍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吴医生，你没事儿？别哭了。如果结果出来了，我第一时间会拿过来给你的。林大夫，要我们真的是那个什么应激基因疾病的话，我是不是这辈子都不能生孩子了？应激基因疾病呢，是一种叫沙夫样的综合症，这是一种应激基因致病性变异的罕见病。不过目前我们还只是怀疑是应激基因疾病，并不能确定你们就是这样的问题。因为应激基因疾病是需要很复杂的诊断过程，就算真的不幸确诊了，其实你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。因为2016年上海有一个确诊病例，专家是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阻断了这种疾病。真的能阻断？等到确诊结果出来了，如果你们还想生的话，田主任会约这方面的专家给你们会诊的。我相信下一个宝宝一定是非常健康的。我们不生了，老爸，我不想再让你受罪了。老公，我怀孕这么多次，不全是为了妈生的，我真的是想要一个咱俩自己的孩子。咱们再努力一次吧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，变得像袁雅那样又强大又强壮，行吗？哎，记住，千万要带好防护用具，不要沾血，待会一有问题千万后退。开什么玩笑？出现什么问题，我当然要往前冲了，这是医生的本能啊！我就是要提醒你，千万要抑制住你的本能，为了孩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病人比较特殊，艾滋病4期，而且他的肺部。呼吸科的大主任、外科大主任，还有妇产科的大主任，动用了3个主任，这阵仗可是不小啊！艾滋病4期，严重疾病期间，重度肺感染，产妇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知道呢。你待会儿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先往后退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准备好，今次才难得的机会。麻醉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儿科准备好抢救新生儿，手术开始。手术时间8点57。这个患者知道自己是艾滋病，怀孕后硬是没有做产检，东躲西藏的，一直到高烧不退才来看急诊。本来应该直接转到传染病院的，但是情况危急，稳定生命体征后就要立即进行手术。妊娠和面艾滋，怀孕早期孕妇就要服用阻断药物，分娩过程中技术难度并不高，跟普通的剖宫产一样，但是她艾滋病已经4期了，现在她有严重的细菌性肺炎。呼吸科、外科、麻醉科联合会诊后，决定做这次手术。你们也看到，2个大主任都在这儿。手术过程中发生什么很难预料，你们一定要注意隔离。给他吸血，然后插管。主任，这米吸不完，血压下降很快，怀疑引起腹腔的肌肉轴侵犯，导致大血管出血，开胸吧。出来，小心！
杜弟，你在干什么？她怀孕了。丛瑞，没事了，出血量不大，清宫已经结束了。啊，黄主任，我发现丛瑞先天以后再怀孕都要糊了，除非在孕你别走。期也要长期稳定。这个让我给他一点时间吧，毕竟想要孩子想了这么久，一下子接受不了。她的身体没什么大事，黄主任亲自给他清的宫，虽然出了一点血，但是在正常范围之内，估计明天就出院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丛瑞也应该能理解吧？她现在的状况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放心吧，他妈妈已经买了全套坐月子的物品，估计会狠狠让他休息一下。好，那你好好照顾她。丛瑞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作为医生，尤其是妇产科的医生，你应该知道，一个孩子流产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。如果是个健康的胚胎，不可能因为杜弟推那一下就流产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我的孩子没了是因为不健康？啊？流产有时候也是一种物竞天择的现象，母体会选择淘汰有染色体异常的孩子。冯远航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原本8个月以后我们就能见到他，可是现在他没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冷静？冯瑞，别难过，我们是医生，冷静客观是医生应该具备的特质。我是医生，但我首先更是一个妈妈。难道医生就不是人了吗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有个新生儿感染了，我必须马上过去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有什么事儿叫护士啊。老公，你不管我了吗？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忙完就过来看你，好不好？你这怎么管我了吗？你不管我了吗？生日快乐，我的宝贝大闺蜜。我也知道不能全怪徒弟，可是我的孩子没了，我又能怪谁呢？小虎了，拜拜。快！大主人查房，1周就1次，千万别出岔子啊！把这些全部收起来。可以了。交班表呢？小心！故意的。为了往上爬，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害。我还以为这种狠毒的情节都是瞎编的呢。几年没回医院，竞争这么激烈。少废话，还好啊，把这飞盘就回去了。你们两个都是实习医生，在医院里要懂得互帮互助，太自私的话只会成为过街老鼠。